家好，我是阿斐，歡迎來到我的神話尋蹤。大禹已經打到了浙江會稽山，但按理說呢，天下已定，他應該是收兵了。但是歷史記載告訴我們呢，並沒有。他不僅冒着巨大的風險，召集東夷各個部族的酋長，聯合起來，一定要打長江中游的三苗。那麼問題來了，三苗到底有什麼讓大禹一直念念不忘呢？是土地，還是人口，還是其他什麼東西呢？那如果我告訴你，大禹發動的這場征戰呢，根本不是為了搶地盤，而是一場搶奪核心技術的戰爭，那你相信嗎？這個技術呢，就是讓銅變成武器的秘方。那要理解這一切呢，我們先要把鏡頭拉到4000年後，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戰場。1565年，菲律賓，西班牙殖民者呢剛剛登陸，就在低地的海岸部落裡呢，發現了一個極度反常的現象。那這些土著呢，裝備簡陋，但看起來相當的原始。但是他們身上帶的是純度極高的黃金飾品，他們手裡呢還有赤銅器具。那黃金和赤銅是從哪裡來的呢？那西班牙人呢，動用了嚴刑拷打，終於把這條金屬供應鏈的源頭呢，鎖定在了呂宋島的北部，一片常年被雲霧繚繞，被稱為科迪勒拉的死亡高山。那情報說呢，這裡居住着一群身材高大而且崇拜太陽的野蠻人，並且他們也是精通獵手。在他們腳下呢，是無盡的金屬礦脈。為了奪礦，西班牙軍隊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戰爭。最著名的一次呢，是發生在1624年，一支由基蘭特率領的重裝探險隊，他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，終於攻進了曼卡鹽的礦區。但他們看到的並不是野蠻人的帳篷，而是一個組織嚴密的史前礦業基地。他們會打井採礦，而且還懂得在坑道內用木頭支撐框架。沒有火藥，他們就用火燒水淬法炸裂岩石。他們還設計了木質活塞，在2個和4個竹筒中呢交替運作，產生氣流。那這種雙管竹風箱呢，就能讓爐底產生極高的溫度。那西班牙人呢，看到這一幕啊，簡直瘋了。他們不覺得這是土著的智慧，他們覺得這是聖經裡面提到的失落的所羅門王的寶藏。他們堅信這些礦洞呢，就是當年為所羅門王建造宮殿時提供黃金跟洞柱的那條遠古礦脈。但是土著呢，根本不在乎什麼所羅門的寶藏啊，他們拿起武器就和西班牙的火槍部隊呢打了整整300年。300年裡呢，西班牙帝國無數次的想控制這片山脈，但每一次都被打回去。那西班牙傳教士呢，還記載這些土著呢是合金技術的高手，他們會用其他的金屬和黃金混合成合金，拿去跟商人交易，試圖瞞天過海。那這群土著呢，叫做伊格羅特人，他們呢正是帶着 OEA-M119 基因的南島語族。那在科迪勒拉山脈這種封閉的環境裡呢，他們保留了古老的冶金傳統。那這就引出一個問題啊，他們在離開中國之前呢，是不是已經會煉銅了呢？那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麼在4000多年前的中國東南沿海，難道早就有人在商朝之前呢，就開始探索金屬的秘密了嗎？那我們把鏡頭拉回到中國，6500年前的陝西临潼姜寨遺址，這裡出土了中國最早的銅製品，一個黃銅片，一個黃銅管。1000多年後呢，在遼西的牛河梁遺址呢，又發現了純度很高的紅銅環。再過1000年呢，山東大汶口考古队呢，在這裡挖出了一個奇怪的東西，一根骨簪。然後它上面呢還沾滿了銅綠，那什麼意思呢？那就是這根骨頭呢長期緊貼着一件銅器，或者它本身就是某種早期銅工具的握柄。緊接着呢，在膠州的三里河那裡出土了黃銅錐的殘件。6000多年前呢，從西北到東北再到東部都出現了銅的身影。沒錯，在那個時候呢，各地先民的陶窯溫度呢已經突破了1000度。那在這種溫度下呢，
如果燒陶的粘土裡呢，剛好混進了一些孔雀石，孔雀石呢就是他們喜歡戴在身上的那種装飾品，綠色的那種石头。那再加上窑火中一些没有燃尽的一些木炭呢，一场偶然的還原反应呢，就很可能炼出零星的铜。燒陶燒出了銅，哇，這聽起來好像一個意外，但是歷史上的重大發現不都是從意外發現開始的嗎？所以史書裡面記載的蚩尤族群呢，他們铜頭鐵額，還會提煉金屬、造兵器，這可能就不是神話了，而是被人遺忘的一種技術技藝。那蚩尤呢，或許該寫成蚩尤，一群身穿紅色戰衣、頭戴銅盔的戰士。只不過呢，早期的紅銅可能太軟了，做不了武器，只能做成耳環啊，還有手環，被當成首飾。但是殘酷的生存競爭呢，絕對不會允許金屬只停留在首飾的這一步。但是這些星星點點的銅器呢，並不足以改變歷史。直到一場大戰呢，讓金屬成為了決定命運的籌碼。時間往後再推300年，在山西的陶寺遺址呢，這裡挖出了純度高達97.86%的銅鱗，還有帶毒的生銅齒輪形器。那檢測顯示呢，這些金屬的礦源呢，很可能是來自附近的中條山。中條山的腹地呢，正是九黎山。傳說中呢，蚩尤的地盤，也就是黃帝大戰蚩尤的戰場。不過呢，現在已經改名叫九龍山了，逐漸被後世淡忘。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猜想，原來4800年前的那場大戰呢，也許不只是為了搶鹽池，更是為了搶銅礦。與此同時呢，另一批人呢，從陶寺出走，在黃土高原建起了石峁王城。在這座城裡呢，考古隊呢發現了從四面八方來的寶貝，那良渚的玉，還有石家河的玉，還有早期的一些青銅兵器，以及4件製造兵器的石範。那他告訴我們，冷兵器的升級已經開始了。到了4000年前左右呢，大禹部落或許終於意識到一件事：銅不只是首飾，在三苗和東夷人手裡呢，銅已經變成了堅硬的武器。那這就是為什麼後世會把蚩尤奉為兵神，因為在那個時代，誰掌握了讓銅變硬的技術，誰就掌握了降維打擊的權力。那麼當時誰的技術最強呢？我們來到長江中游的石家河。在山東海帶地區呢，因為鹽鹼化和戰亂走向衰落後呢，一部分的東夷族群呢就是南遷，來到了石家河一帶，跟當地的文化融合。然後呢，他們開啟了一場大規模的青銅冶鑄浪潮。那蚩尤造武兵的神話呢，似乎在這裡找到了，而這也是堯舜禹久攻不下三苗的一個真正原因。接下來呢，来看2個關鍵的證據，來證明長江中游的青銅技術呢，領先中原整整1個時代。第一個證據呢，是來自2025年11月，南北交鋒前線的河南西川溝灣遺址，傳來一個重大的發現。這裡出土了2件距今4500年前的器物，一個青銅簇和青銅棒。那科學檢測結果呢，讓考古界非常震驚啊！這2件東西居然是銅、錫、鉛3元合金。那這是什麼概念呢？這是長江流域迄今發現的最早的青銅合金實物之一。但這並不是孤證呢。其實早在1987年呢，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樊麗教授呢，就曾經在湖北的鄧家灣呢，也就是石家河的核心區，發現了一條長約15厘米的，但是保存的非常差的一個長條形銅律。他當時推測呢，這很可能就是一種青銅兵器。可惜受限於當年的一個條件啊，這條珍貴的線索呢，沒能保留下來。在西川的這次發現呢，就是用實打實的證據證明，在屈家嶺到石家河時期呢，長江中游的人呢，已經獨立掌握了高階的青銅鑄造技術。
他們會開採，會洗礦，還會鼓風。他們發明了厚重的陶制煉鋼，他們原創了硒、鉛、銅三元合金的配方。純銅呢，它其實是紫紅色的。那古人呢，為了讓銅看起來像黃金一樣，所以他就會加入鉛和硒。那之後呢，這些銅不僅看起來金光燦燦，而且堅硬了非常多，非常適合用來做兵器。這跟前面提到的伊格羅特人的採礦技能呢是非常像的。但是由於呢，科迪勒拉缺乏硒和鉛礦，他們提煉的純銅呢，多數是作為首飾。那麼這套三元合金呢，技術到底有多強？牛津大學的馬克·波拉德教授团队的研究指出，商代的青銅器的鑄造呢，有一套極度精密的合金代碼。先調85%銅和15%硒的初始青銅，再用50%的銅和50%的鉛的合金去稀釋。那這套配方呢，在往後的中原王朝延續了近1000年，甚至被寫進了戰國的考工記裡。而這套皇朝最高的精密的源頭呢，很可能就跟石家河文化有着深層的技術淵源。所以現在你明白大禹為什麼一定要打三苗了嗎？這根本不是普通的領土佔領，而是一場技術博弈。大禹心裡呢，其實很清楚啊，面對三苗手裡堅不可摧的青銅武器，中原的石頭呢和骨器呢根本是不堪一擊的。他要的不是三苗的土地，他要的是三苗人腦子裡那套讓銅變硬的配方。所以呢，他才會有攻人不如攻心的策略。因為就算你打贏了，如果沒人懂怎麼去造青銅的話，這場勝利也是空的。那麼石家河的銅是從哪裡來的呢？答案指向了二湘贛交界的幕阜山脈銅綠山。當時的人呢，採集地表裸露的孔雀石來冶煉。那過去學界呢，一直認為銅綠山呢是商朝人南下才開始大規模開採的。但是最新的考古證據顯示呢，直接推翻了這個認知。考古隊在銅綠山呢，還有它的周邊呢，挖出了夏代的遺址。那在這裡呢，發現了三苗後裔的墓葬。那現在他已經回填回去了，模擬了這5座。那這些礦工裡面呢，也有一些三苗人的後裔。謝謝吧。那這就把這座礦山的開採時間呢，一口氣推到了夏代早期。那在這個時間點呢，剛好和傳說中禹伐三苗的時間呢是重合的。那或許大禹正是透過某種方式呢，滲透並吸收了石家河的青銅技術體系，然後開始瘋狂的開採銅綠山的礦脈。這邊銅的品質是相當的高，而且呢，附近還有鉛礦和硒礦，也就是在湖南、江西一帶還都有豐富的礦產資源。不管怎樣呢，中原呢，他都想方設法要控制湖南和江西，還有長江中游的這些銅礦。因為這些銅礦呢，意味着他們可以使用來做兵器，有了兵器，他們才能守衛自己的國家。幾百年後呢，當商王朝的軍隊呢跨過長江，在這裡建起了一個軍事跟冶金要塞盤龍城，他們接管了一切。而那些曾經掌握頂尖技術的三苗後裔呢，從此淪為深井裡的底層礦工。逃出去的人呢，只能繼續往南或者往西，跨過長江去續寫另一段青銅傳奇。那現在呢，讓我們把所有線索拼在一起。4000年前呢，當大禹的軍隊終於踏入石家河了，接管了當時的東亞最強的青銅冶鑄中心時，歷史的齒輪或許已經轉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。傳統的史學呢，告訴我們，夏朝的建立呢是在北方。但如果一個王朝稱霸天下的資本是鎮壓九州的絕對武力，如果這種武力是來自青銅器，而當時最成熟的青銅產線呢，最先進的三元合金技術呢，甚至最早的夏代礦井呢，全都在長江中游。那麼有沒有一種可能，大禹在奪取了長江中游的青銅技術跟礦脈之後呢，才真正擁有了鑄造九鼎的威震華夏的資本呢？那個傳說中第一王朝，它最核心的權力基礎呢，會不會根本不在黃河流域，而是一直深埋在長江流域的這一片土地下呢？
今天，當我站在石家河的遺址上，眼前是一片平靜的農田，但在這片土地之下呢，或許正沉睡着一個我們尚未完全理解的青銅世界。那個王朝呢，從未真正的離開過，它只是在等待我們揭開他們最後的秘密。